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T 游戏世界。这是一个致力于小众游戏评测和推广的频道，让热爱游戏的你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更有意思的好游戏。如果喜欢本频道内容，还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这个视频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，我们即将深入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地方——涩谷。这个充满活力的区域不仅是现实生活中日本东京的中心地带，也是众多热门游戏的核心舞台。从428被封锁的涩谷的互动叙述到 It's a Wonderful World 中的时尚元素，再到 Chaos Head 的悬疑剧情，涩谷始终激发着游戏设计师们的无限灵感。而在 Chaos Child 这个作品中，涩谷不再只是一个背景，而是故事的焦点与核心。让我们共同走进那个充满谜团与惊奇的世界。Chaos Child 继承了 Chaos Head 的世界观，作为科学 ADV 系列第4作，以视觉小说形式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。故事紧跟着 Chaos Head 中的新生代疯狂事件和涩谷地震，带领玩家进入一个灾后重建的涩谷。在这里，玩家化身为毕朋学园新闻部社长宫代拓流，深入调查一系列被称为新生代疯狂回归的连环谋杀案，揭开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。这款游戏特色在于其妄想扳机系统，玩家的选择将决定主角的幻觉走向，影响故事分支和结局。另外，全新的 Mapping Trigger 系统要求玩家在软木板上匹配有关谋杀案的信息，通过推理还原真相。本质上，这是一款深入描绘心理和情感的作品，但也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充满悬疑和惊悚元素的沉浸式叙事体验。Chaos Child 在游戏评分网站 Metacritic 上以76的评分脱颖而出，用户评价更是高达 8.5 分，在 VNDB 视觉小说数据库中更是以 8.32 分的高分位居前列。虽然它在商业成绩上未能超越《命运石之门》，但它在视觉小说爱好者中却赢得了坚定的支持和热烈的追捧，成为了这个领域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。Chaos Child 在更广泛的玩家群体中未能取得预期的热度，原因有很多方面。首先，游戏的初期部分较为慢热，直到第5章才逐渐展开其丰富的世界观和能力设定，这种渐进式的叙事可能未能迅速抓住一些玩家的注意力。其次，游戏中的某些支线故事在质量上参差不齐，比如某个角色的故事线被迫插入了过多的私货内容，导致原本的剧情笔者梅原英司放弃执笔，最终由《命运石之门》的编剧林直孝接棒。这条支线基本处于自由放飞状态，在角色和战斗力设定上与游戏的其他部分存在显著差异。在我亲自游玩这款游戏时，我选择快速跳过了这一部分内容。Chaos Child 的另一大挑战在于玩家对男主角的代入感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游戏的普及性。有趣的是，对于一个角色的代入，往往能让玩家更深刻地感受到角色面临的决策重量、压力以及成长的变化。在本作中，男性玩家，尤其是那些具有宅文化特质的玩家，更容易与男主角产生共鸣。相比之下，女性玩家可能会觉得难以深入理解这个典型的宅男主角。这种性别和文化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游戏受众的广度，影响了其在更广泛玩家群体中的接受度。然而 Chaos Child 以其精妙的故事结构和深刻的角色塑造而著称，使得游戏展开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叙述，更是一个充满谜团和深度的世界。这一点在玩家中引起了强烈共鸣，尤其是那些热衷于深度剧情和创新叙事的视觉小说爱好者。游戏中的每个角色都随着故事的推进而逐渐成长，展现了他们复杂而多维的人性。这种精细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角色刻画，虽然可能不适合所有玩家的口味，但对于那些寻求超越传统叙事边界的玩家来说，绝对是一次不可多得的体验。在 Chaos Child 的扭曲世界中，每个角色背后都隐藏着未被揭露的秘密和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宫代拓流，本作的核心人物，外号秦强哥，是一位高中3年生。他表面看似风光亮丽，是一个自认为懂得生活的现充，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藏着无尽的胆怯和迷茫。作为毕朋学园新闻部的领头人，
他沉浸在新一代疯狂的回归这一连串神秘事件的解谜探险中，却发现自己似乎被卷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阴谋。他的角色从一个简单的观察者，逐渐转变成了事件的核心，最后不幸地成为了史上最惨烈的男主角。尾上士力架，本作女主角不仅是拓流的青梅竹马，更是他的心灵避风港。他以那不变的乐观和无尽的支持，成为了拓流在人生旅途中的坚强后盾。无论拓流何时陷入迷茫和挣扎，士力架总能用他的理解和温暖为他指引方向，给予他探索真相的力量。莱七奶奶，这位被戏称为女帝的女性，因其令人瞩目的美貌和智慧，而在学校中备受尊敬，在学院中担任学生会长和新闻部副部长。她与拓流的关系复杂而深刻，既是他那经常唠叨的杨姐，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的安全的保护者。奶奶的聪明和果断，使她成为了拓流在揭露新一代疯狂的回归事件中的重要角色。她的关心和保护常常成为拓流追求真相的最大障碍，但也是他在困难中前行的动力源泉。他的角色描绘了家庭与个人成长之间的微妙平衡，展现了一位在矛盾中挣扎，却始终坚守自己立场的强大女性形象。有村雏惠，毕朋学园文艺部长，一个充满活力和幽默感的少女。她总是以轻松愉快的态度面对周围的世界，似乎总是生活在无忧无虑的氛围中。然而，这只是表面。在这张欢快的面具下，雏惠其实是一个内心世界复杂、感情深沉的角色。在她的个人线路中，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欺骗的世界中挣扎求生的真实人物。她的结局带给玩家强烈的情感冲击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山田雨希，地下医院的少女，外貌虽显幼小，却拥有超乎年龄的母性般的关怀。她的存在仿佛是这个混乱世界中纯净无瑕的一抹亮色，给予周围人以温柔与安慰。她的角色并非简单的小女孩形象，而是一个在黑暗环境中保持纯洁和善良的人物。她的故事线让玩家体验到，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，也能发现光明和希望的可能。香月华，本作中三无美少女，具有宅女的性格特点，却是毕朋学园新闻部中不可或缺的电脑高手。她的沉默寡言和独特的沟通方式，通常仅以或肢体动作回应，为她的角色增添了一种神秘感。华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游戏的角色阵容，还为剧情增添了一丝轻松和幽默。她的个性和技能在解谜和信息搜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，而她在故事中的福利画面则为玩家提供了一些轻松的时刻，平衡了游戏中的紧张气氛。然而，以上介绍只是他们表面的标签，在这个被混沌之子症候群笼罩的世界里，他们每个人背后都隐藏着超能力的秘密。随着故事的深入，玩家将逐步揭露他们背后错综复杂的谎言和真相。这些真相仿佛深渊，深邃而难以预测，每一层揭开都会带来新的惊奇，挑战玩家想象的极限。在 Chaos Child 中，每个人物的个人故事线不仅复杂，而且充满深度，也是揭开整个游戏世界观和隐藏秘密的关键。比如，在华的故事线中，我们不仅了解到最终 BOSS 的真实身份和能力，也为游戏真结局中主角的行为逻辑提供了合理化依据。同样，在有村的故事线中，我们通过有村母亲的视角，深入探索了游戏中隐藏的叙述性轨迹。奶奶的故事线为游戏中一直萦绕玩家心中的疑问提供了答案，同时丰富了故事的深度。而羽西的故事线展现了一种庄周梦蝶、蝶梦庄周的复杂情境，让玩家开始质疑自己所认为的现实是否一定是真实。这四条线路的交汇不仅导向了游戏真结局，还解开了 Normal Ending 游玩过程中留下的众多谜团。这样多线剧情的交错补完，展示了 Chaos Child 在叙事结构上的巧妙与深邃，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意义，每一条线索都是通往更广阔真相的基石。在游玩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作者一言不合就送便当的恶意，但是仔细回想，便发现这是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在回味同时，惊呼作者的剧情把控能力。其中有些场景，对我来说尤其具有冲击力。注意以下内容涉及剧透，请自行避雷。首先是主角妹妹被残忍杀害的惊悚场景。
在那个被预告的杀人之夜，拓流接到了好友的电话，匆匆赶到现场。在他面前是令人震惊的一幕，妹妹杰伊被残忍肢解，摆成了人形礼物盒。这一幕不仅深刻摧残了拓流的心灵，也成为了故事的重要转折点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拓流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事件的追寻者，而是成为了被事件追逐的目标。这种从旁观者到受害者的心态转变，使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先前立场和想法的残忍。其次是天台上的对峙。在天台上，拓流看到士力架站在奶奶的尸体旁，这一刻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，自己在一瞬间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女人。这一认知对拓流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，他开始逃避和自责，无法完全把握事件的全貌，最终导致了 normal ending 的结局。最后是有村线的悲剧结局，拓流的悲惨命运。在这条线路中，他面临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。由于未能觉醒自己的能力，拓流最终被有村的母亲刺杀。有村在精神崩溃后，抱着拓流的尸体消失。最后被发现时的画面，不仅是对角色的极致摧残，也是对观众心理承受力的极大考验。在 Chaos Child 的故事中，真相与谎言，真实与妄想始终交织在一起，在不断挑战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的同时，也将剧情一步步推向高潮。松冈真诚的声优演绎，让主角在普通结局和真实结局中的变化显得尤为深刻。从一位面对问题时逃避、依赖他人的宅男，到独自承担起一切罪恶的决断者，他的转变是剧烈的。这种宿命式的悲剧不仅成为了游戏的内核，也冲击着玩家自身的心灵成长。他的那句男人怎么可以一直缠着自己喜欢的人活着，不仅是内心成熟的体现，也成为了许多玩家走出宅生活的动力。在科学 ADV 系列故事中，有些重逢预示着一生的相伴，如《命运石之门》中的凤凰院胸针和木濑红利妻那跨越时间线的相遇。然而也有些重逢预示着永别，就像主角与士力架的无声告别。所有的告别都震撼人心，让人感叹人生无常。评测结束之际，再回头反思游戏中最核心的内容——混沌之子症候群。也许这个症候群不只是一个虚构的症状，也许这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。它迫使我们思考，我们是否也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幻想中？我们的思想是否被现代媒体所操控？又或者，我们是否正活在一个1984时充满监控和控制的世界中？得了混沌之子症候群的人们，究竟渴望逃避现实呢，还是渴望回归自由？也许从这个角度思考， Chaos Child 不再是一个故事，更是对每个玩家自我认知和现实感知的一次深刻的启蒙。今天的游戏评测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视频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。